清明，一个气清景明的时节，草木萌花，万物生长，抛桐花开报春信，香春冒芽知时令，爱好青青寄相思。今天就让我们顺着这些节气植物的足迹，一起探寻清明背后的自然密码和文化记忆。第1章：抛桐，清明的物候信使。大家看，这个是抛桐，玄参科抛桐属的植物，有开白花的，还有开紫色花朵的。为什么叫抛桐？因为它的木材绵软发抛。它有3大文化密码。第一，它的花是清明物候标杆，古人在《月令72候集解》中把它列为清明第1候。所谓一候同始华，就是到了清明节的时候，这个抛桐的花就准时开放，好像定了闹钟一样。为什么这么守时因为它的花芽好像天然的温度计，当它感知到这个平均气温15度稳定在这里，它就开始绽放了。我们的大诗人白居易也曾经为它写诗打卡：春令有长后，清明同始发。第2个文化密码，它的叶子是宋代蚕农的天然保鲜膜。北宋秦观的蚕书记载：大桐叶附之，乃铺剪益虫，7日之后出而烧之。什么意思就是古代处理蚕茧的盐腌法。腌制这个蚕茧为什么要用盐腌？主要是杀蛹取丝，然后让这个丝的质量更好。如果等到蚕蛹破茧而出它就会把这个蚕丝破掉嘛。那为什么盐腌法中间要用到这个抛桐叶呢？现代研究表明，抛桐叶富含抛桐素，具有天然抗菌防霉的效果。第3个文化密码，抛桐木是古代乐器界的顶流。周礼记载：桐木为琴，丝绳为弦。因抛桐木纹顺直，共振性强，被视作通天之木。很多古琴多为抛桐制。东汉时期蔡邕的交尾琴，还有故宫所藏的唐代九霄环佩琴，也是用的抛桐木。关于抛桐的文化密码就分享到这里。下次遇到抛桐的时候，也许你不会再感叹它的花好看或者香气好闻，而会想起它背后的这些文化密码。第2章：香春，清明的舌尖至鲜。朋友们，又到了香春冒嫩头的时节。每年香春芽就是在清明前后长出来。到了这个季节很多老百姓的餐桌上都会有这个香春芽这一道野菜。它富含维生素 C、类黄酮、氨基酸，特别是谷氨酸，所以它的味道很鲜，并且它还自带一种独特的香气。可能有少数的朋友不喜欢，但是不管你爱不爱，总有人特别痴迷它。香春芽可以一菜多吃，不光可以凉拌，还可以清炒、做馅或者腌制成小菜。像我们自己做就是香春煎鸡蛋，因为小时候妈妈就是这样做的。做法很简单，就是把香春切碎以后掺入这个蛋液里面，然后下油锅呲啦一煎就可以了。有的朋友说，你这个香春不焯水吗？其实民间老百姓有的是焯水，有的不焯水。焯水可以降低亚硝酸盐的含量。其实香春嫩芽含量是比较低的，老了或者说你栽培区放的久了，它就含量高一些。当然我们每年吃香春吃的也少，很多人也是一直以来都是不焯水这样吃过来的。除了煎鸡蛋，古人对于香春的吃法也有很多一些记载。宋代有一本美食书介绍了一种春耕坟屯的做法，取香春嫩根，捣碎活肉为馅，其味清绝，就是用香春芽和肉一起做馅味道堪称一绝。清代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里面也提到，香春拌豆腐的经典做法，需用头茬芽焯后切碎，轻拌免碎。这些古人的做法听起来都有点让人口舌生津了。其实香春除了是一道清明时令野菜，香春树也是古代的一种孝道文化的 IP。
在古代啊，香椿代表的是父亲。有一个成语叫春酸并茂，意思是春树和酸草都很茂盛。这个成语指的是父亲和母亲身体都健康长寿的意思。为什么古代把香椿代指父亲呢？因为庄子在他的《逍遥游》里面就提到，古代有一种大椿啊，8000岁为春，8000岁为秋，好像很长寿，能活16000岁。所以古人用椿代表父亲，希望父亲像庄子说的椿树那样多寿多福。如此看来啊，香椿不光是一个美食，也是连接传统文化的一种桥梁。当我们品尝香椿的时候，也可以细品一下香椿树的文化韵味。第3章艾蒿，清明的千年习俗。大家看，这个是野艾蒿，是一种清明的时令野菜，民间用它来做艾糍或者叫青团。它是菊科蒿属的植物，它的叶子比较小。还有一种艾，叶子比较大，那个叫奇艾，适合做艾绒，而这种小叶艾适合做青团。具体怎么做呢？我们就是掐它的嫩尖，放到开水里面煮烂，就是用手捏，好像要融化一样的就可以了。然后捞出来，过清水，压干水分，再放到糯米粉里面一起和面。和出来以后，可以包一些馅料，可甜可咸，根据自己的口感。包好以后下锅煮，或者上蒸，用手按一按，如果是软乎乎的就熟了。民间吃青团的习俗啊，也是由来已久。明代的《本草纲目》里面，李时珍提到这个艾草，说民间会用嫩叶捣之和粉做饼。清代有一本节令风俗之书叫《清嘉录》，里面写到苏州的一些风俗，说清明的时候啊，市上卖青团，勿手偶，并且注明这个青团啊，就是捣青草为之，和粉做团，色如碧玉。我觉得里面提到这个青草啊，应该就是指艾草。当然，各个地方做青团来源植物也有一些差异，有的用清明菜，也就是鼠曲草，还有的用马兰头，也有的用苎麻的嫩叶。为什么清明要吃青团呢？我觉得原因主要有3。第一，古代寒食节遗风，清明的前1、2日就是寒食节，这个节日啊不能生火，要吃冷食。像这个青团啊，它糯米做的蒸熟或者煮熟了，也特别适合冷食，并且比较饱腹。唐代以后啊，寒食和清明2节已经融合在一起了，所以青团就成为这个清明的标志性食物。第二，祭祀之用，最初是用于祭祖的。青团这种新绿的颜色啊，它象征着生命的生生不息。人们相信用青团祭祀先人，能够祈求家族的兴旺和子孙的平安。江南一些地方扫墓啊，还保留着供奉青团的习俗。第三，符合春日食青的养生传统。现在老百姓还有一些顺口溜啊，比如说清明时的清，走路一身轻，或者说清明时艾，无灾无碍。总之，青团是一种将祭祀、节令和饮食完美融合的一道美食。岁月流逝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青团从食用冷食到文化符号的一种转变，也体现了我们民族食俗载道的传统。从泡桐的物候终生，到香椿的春鲜滋味，再到艾蒿的思念绵长，这些清明植物用生命记录着时光，用芬芳延续着传统。在这个气清景明的时节，让我们既能读懂草木的语言，也能品味沉淀其中的千年智慧。一草一木总关情，正是清明好风景。